这个漂亮的猫咪还非常健康，但男人要给它执行安乐死，要打进去后，猫咪很快就停止了挣扎。接着他还拍照留念来满足自己变态的心理。最后，男人把猫咪的尸体丢进了焚化炉，并熟练地锁上了炉门。正当他准备点火的时候，听见后面门响了一下，回头一看，炉门自己打开了一条缝。他以为是自己刚没有锁好，就重新关上了炉门。确认锁好后，他准备再次点火，身后的炉门又传来咕隆一声，那炉门自己解锁，又开了一条缝。男人就有点纳闷，这门也没坏啊，怎么老开呢？难道猫没死透？但里面的死猫看着并没有动静。今天要讲的是虐猫者被报复的故事。阿珍在一个猫舍工作，最近有个女客户送一只白猫过来洗澡，但洗好后几天都没来接。客户的家就在附近，她主动去给客户送猫。接待她的是女客户的老公，这男人看着很不高兴，让阿珍自己做主处理掉猫咪。阿珍很惊讶，怎么好好的不要了？没想到男人却说他老婆几天前已经去世，而且是死在了电梯里，死状非常恐怖。当时那猫咪还蹲在他老婆旁边，警方检查说是心脏病发，但男人确定自己老婆从来就没有心脏病，这猫本来就是他们前段时间领养的，领养后家里面就怪事频发，他现在绝对不会再养猫了。阿珍不相信这些，就自己收养了白猫，并给这个白猫取名小柔。在家正撸猫的时候，闺蜜阿莲打来了电话，阿莲说也想领养一只猫，她想让阿珍明天陪她去挑一个。阿珍答应下来，不过她感觉很奇怪，闺蜜以前根本就不喜欢小动物，而阿莲想养猫确实有其他用途。晚上正在睡觉的阿珍忽然被一阵奇怪的响声惊醒，她循着声音走出卧室，看见死去的父亲在阳台喝东西，但是喝的是什么东西看不清，她好奇地靠过去查看。비단이 언니 옆에서 자고 있었어?阿珍吓得赶紧吃药，以为自己的精神病又犯了，吃完药缓了好一会儿才平静下来。第二天，她陪闺蜜来到动物收容站，这里被人遗弃的猫猫狗狗特别多，甚至连金吉拉都有人丢弃。猥琐的工作人员让他们慢慢挑，她先去旁边忙下其他的工作。说完，她来到旁边的房间，开始往焚化炉里扔死猫。这里每天都有安乐死处理掉的猫。最终，阿莲挑了那只漂亮的金吉拉，把猫拉到家里后，阿莲马上开始调配染发剂，准备给猫咪染色。阿珍这才明白，阿莲养猫原来是为了这个。练好以后，阿莲就可以给自己染发。阿珍知道给猫咪染色不好，但她不好意思说闺蜜，就装作要煮茶，自己待在厨房。阿莲摁着猫咪要染的时候，那猫拼命挣扎，抓了阿莲一下就跑到了一边。阿珍听到猫叫，回头看，正好看见猫跑进了旁边房间。接着，阿莲从后面也追了进去。这里面是阿莲的衣帽间，猫就躲到了衣架的后面。阿莲喊猫出来的时候，头顶的电灯闪了起来，她没有在意，准备接着抓猫。背后的房门自己关上了，她也没有发现。 잡았다. 넌 오늘 죽었어. 衣架里忽然冒出一个诡异的小女孩，和阿珍昨晚看见的一样，长着一双猫的眼睛。这女孩钻出衣架，扑向了墙角的阿莲。阿珍等了半天不见阿莲出来，就推门进衣帽间找她。此时房间的电灯彻底坏了，里面的光线很暗。她模糊地看到衣架下面露出一双脚，好像后面藏着一个人。她以为是阿莲藏在后面。阿珍居然再次看到了那个小女孩，她不知道这究竟是不是幻觉。前面的衣架忽然整个塌了下来，她这时候才看见阿莲确实在衣架后面，不过表情看起来非常可怕。阿珍马上打了急救电话，但阿莲到医院的时候早已停止了呼吸。阿莲的前男友阿强赶来，也只看到了尸体。
阿珍把自己看到的如实说给了阿强，但身为警察的阿强根本不相信，大骂阿珍是疯子，胡言乱语。但这也不能怪阿强，正常人谁听了能相信？失魂落魄的阿珍回到家，一天没吃东西，准备做个晚饭。她心不在焉地切着菜，一不小心就切到了手指，伤口很大，血马上就涌了出来。阿珍坐到沙发上擦拭伤口，稍不注意，几滴血就滴在了沙发上。旁边的白猫看到后走了过来，阿珍以为小猫来蹭她撒娇，没想到白猫张嘴就开始舔她伤口上的血。阿珍越看心里越膈应，就一把推开了白猫，但这白猫马上就又凑了过来。呀，너 뭐야！阿珍马上把猫塞进了笼子。这猫确实有点怪，尤其是这2天的怪事都和猫有关。她不敢再留猫，就把猫放生在了旁边的公园里。但她毕竟是爱猫人士，没走开几步就回头张望，看看白猫还在不在原地。发现白猫已经不见时，她转身准备走，身后忽然出现的老奶奶吓了阿珍一大跳。但她仔细看才发现老奶奶不太正常，应该是患有老年痴呆之类的疾病。心善的阿珍把老奶奶送到了警局，警员们都认识这个老人，他经常走丢，被别人送过来。这时候阿强执勤归来，进门正好看见阿珍，两个人都感觉有点尴尬。阿珍就留下老奶奶准备回家，阿强从后面追了出来，因为上次骂人他给阿珍道了歉，阿珍本来就有点暗恋他，自然是马上原谅了他。两个人聊了几句，阿珍又提到了阿莲，还有那个死掉的客户，他们都是领养了猫后死掉的，这背后是不是和猫有关系呢？而且他也是领养白猫后看见了诡异的小女孩，因为害怕他刚放跑了白猫。阿强仔细想了想，确实感到奇怪，他马上打电话联系收容站。阿莲死后，那个金吉拉猫又送回了那里，他想问这猫当初是从哪里抓到的，但刚打通手机就没了信号，两边都听不见彼此说话。男人挂掉电话，接着忙自己的，就是准备给金吉拉执行安乐死。后面就发生了视频开头的一幕，男人自己被拉进了焚化炉。没打通电话的阿强第2天带着阿珍来到收容站，准备当面问问那个男员工。在男人工作的房间看见了死猫的照片墙，阿珍在其中找到了安吉拉的遗照，看来两人来晚了一步。就在这时候，旁边焚化炉忽然发出声响，他们本来以为里面关了猫，等走过去打开炉门的时候，差点被吓晕过去。男人在里面被烧得焦黑，死状非常惨烈，又死了一个人。阿强终于认真起来，他马上去问收容站的其他员工，查到了最近一批流浪猫居然都来自同一小区，其中包括金吉拉和阿珍放走的白猫。这小区阿珍知道，她上班经常路过。阿强需要到警局忙其他的工作，阿珍就自告奋勇说要到这个小区先看看。小区的物业确实知道那批流浪猫，他们当时恰好还录了视频。504号楼下面有个废弃的锅炉房，最近有人投诉里面总是传出恶臭，物业锯开焊死的门，发现里面有大量的死猫，那些恶臭就是死猫发出来的，还有一部分活着的逃了出去，收容站的那批应该就是这里出去的。阿珍从物业办公室出来已是晚上，她经过504号楼的时候不禁停下了脚步，那些猫到底是怎么死的呢？正在出神的时候，一把手搭过来把她吓了一跳，回头一看又是那个老奶奶，不过这次老奶奶似乎清醒了一些。阿珍问她晚上出来干嘛的时候，老奶奶回答说要找孙女小雪。阿强的电话此时打了过来，他忙完了警局的事，想过来找阿珍。阿珍就问他知不知道老奶奶家的地址，阿强正好不知道，就进去问同事，同事确实登记过老人的地址，而且顺嘴说出老奶奶的孙女不久前失踪了。阿强翻看档案的时候，就看到了老人失踪孙女的照片，这边老奶奶自己朝504号楼走去，原来老人就正好住在这栋楼上面。阿珍把老奶奶送到家后，就试着问老人家里还有谁，老人说孙女小雪正在房间里睡觉。阿珍有点纳闷，刚不是说出去找小雪吗？怎么又在房间里了？他本来想看看旁边房间，阿强的电话又打了过来。 소연씨, 단발머리 여자애를 봤다고 했었죠? 네, 제가 지금 사진 하나 보낼 테니까 한번 보세요. 네. 阿珍挂掉电话，准备接着去看小雪，还没刚打开门，阿强的信息就发了过来。他拿出手机点开一看，阿强发的照片真的和自己看到的女孩一样，虽然眼睛不同，但他确定这就是同一个女孩。惊恐的阿珍抬起头，发现房间里挂的照片也是这个女孩。难道自己看到的诡异女孩就是小雪吗？
他冲过去问老奶奶小雪到底在哪。这时老人脑子又糊涂起来，把阿珍当成了小雪，拿着自己织好的围巾就戴在了阿珍的脖子上。这时老奶奶的儿子回到了家，自从女儿失踪后，他的精神也变得暴躁无常。阿珍还没说上2句话，就被他拎着给赶出了房门。阿珍郁闷地下了楼，经过地下室入口的时候，听见里面传来了猫叫。他走过去查看，居然看到了白毛小柔。小柔回头看了看他，转身接着朝地下室走去。阿珍壮着胆子下到地下室，走进了那个废弃的锅炉房。他在里面转了一圈，都是废旧的杂物，没有什么异常的东西。这时房门忽然自己关上了，阿珍吓了一跳想跑，忽然出现几只诡异的猫拦住了他。阿珍吓得连连后退，猫却越来越多，慢慢的朝阿珍逼了过来。阿珍不停的后退，最后靠在了一个大铁罐上。就在他感觉无路可逃的时候，头顶有猫叫了一声，他抬头一看，又是小柔在招呼自己。阿珍这才发现旁边是个梯子，他赶紧顺着梯子爬到了铁罐顶上，下面的猫好像爬不上来。铁罐里这时候也传来猫叫，里面很黑，啥也看不见。阿强打不通电话，就朝这个小区跑了过来。摔到罐底的阿珍刚缓过神，就感觉黑暗里有东西在爬向他。阿珍看小雪听见奶奶的喊声安静了下来，就尝试着给小雪说话。小雪本来看她的眼神还是狠狠的，但忽然注意到了她脖子上的围巾。小雪应该是认出了这是奶奶织的，果然小雪摸着围巾居然掉下了眼泪。这时候阿珍的脑海里出现了小雪生前的画面，原来小雪生前特别喜欢猫，她旁边这只白猫就是小柔。这天她正陪猫玩的时候，楼上2个居民走了进来，他们看见这么多猫非常厌恶，如果被别人发现的话，说不定会影响他们的房价。他们讨论着怎么除掉这么多猫。躲在一边的小雪听见了他们的谈话。等他们走后，小雪开始往那个铁罐里运猫，准备把猫都藏在铁罐里，躲过他们的驱赶和捕杀。等她又一次爬到罐顶的时候，旁边窗户外过来一个男人往里面查看。小雪为了不被发现，赶紧往下躲，但她脚下没有踩好，从梯子上滑下，摔到了罐底，磕到后脑晕了过去。居民们合伙焊死了房门，他们也确实不知道里面有孩子。为了防止再有猫进出，连那几个小窗户也都全部封死。可怜的小雪脑袋受伤，醒来也无法动弹发出声音，就这样眼睁睁看着自己被封死在里面。阿珍了解完，哭得不能自已，把奶奶的围巾给了小雪，而小雪此时也变成了正常人的样子。她心疼地把小雪搂在了怀里。阿强也终于找到了这里，他竟然先看到了坐着的老奶奶，但老奶奶又变得不再说话。这时候旁边传来阿珍的哭声，她循着哭声爬到了铁罐顶上。电影的最后，阿珍爱上了阿强。在一个下小雪的早上，2人准备出门约会的时候，忽然听见了几声猫叫。阿珍下车寻找，发现车底有一个小奶猫，应该是被遗弃了，冻得瑟瑟发抖。 자, 이리 와 언니한테.